么样啊？敌人发疯了，像蚂蚁一样往上扑。狗日，这打的什么仗？敌人全都发疯了！你看，后面的敌人踩着前面的尸体往上爬。司令员，1万多人打我一个阵地，我们所有的阵地都被炮弹轰平了。敌人太多了，他们全都疯了。陆战队拿着机枪捅着他们屁股，自己人打自己人呐！你们都给我听着！不管敌人有多么猖狂，你们都给我顶住，一寸土地都不能丢掉。只要你们挡住敌人的增援，其实事实很快就完蛋了。苏司令，哎呀，苏司令员呀，你不该到这里来呀！你怎么又跑到前面去了？我也不对。前面什么情况？虽然伤亡很大，但部队士气很高。现在除了木兰沟主峰，所有的阵地已经全部在我们手里了。我打算准备1小时向主峰发起最后的攻击。你手里还有没有可以攻坚的部队？首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呀？最后的攻坚战，动作要迅猛，要一鼓作气，不能打成僵持战、对视战。所以，最好有一支生力军。现在11师还有1个团没有动。首长，我们是正面主攻部队，攻打主峰的任务要是交给别人去的，我这个刚刚带领的师长还有脸见人吗？那好，我把这个团借给你用。不，首长，我还有一个完整的突击营。你还有一个营？我不但有一个完整的突击营，而且这几天一直都在进行针对性的训练，就是要准备放在现在这个时候用的。叫陆德山把突击营带上来。是。报告，进来。师长。哎，王大华。苏司令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什么情况？我们营坚决要求参加攻击主峰。大华呀，你们营损失很大，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了。不，师长，司令员，我们还有90多个人，我把他们编成一个连，我自己当连长。我们熟悉地形，也熟悉敌情。突击队是刚刚上来的，我们正好给他们带路，而且我们吃过饭了，体力绝对没问题。小虎的血不能白流。你不要看我，你自己定。这样吧，你们营也参加突击营，这样一来，突击营就有了4个连。突击营在前，各个团紧紧跟在后面，一鼓作气打上主峰。好，快去准备吧。是。现在突击营用的都是什么武器？冲锋枪、步枪、卡宾枪，什么都有。你给我全部换成冲锋枪。好，首长，你快离开这里吧。9营班，快送首长下去。是。首长，你快下去吧。来，准备行动。给我拿张纸。没有纸啊，师座。这个字写的怎么样？师座，师座，师座。我辈军人马革裹尸，战死沙场，都是可以预料到的。半年前一战连水之后，我就料到会有这个日子。不过，这个日子比我预料的来得还要早。
这一仗让我明白了，国军不能打仗了。10个整编师，几十万部队，没有一个能突破共军的阻击。这样的部队已经没有指望了。伪作多好的计划，没有用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师座，共军开始攻击主峰了！给韦座和顾老总、王老总发个电报，告个别吧。感谢他们多年来对灵府的栽培。灵府不才，给你们多添麻烦了。师座，我的军帽。敢死队，有，给我冲！和共军血战到底！冲啊！准备手榴弹！好！冲啊！瞅瞅那边，看看有没有活的。里边。营长，这还有个活的。你是谁？郑灵甫呢？我就是74师师长郑灵甫。郑灵甫，你给我醒醒！你不能这么便宜的死了！你给我起来，起来！哎呀，醒醒！你给我醒醒！大黄，人已经死了，不能让他这么便宜的死了！把这里清理了。报告指挥部，张灵甫死了。报告司令员，整编74师已被我军全歼，陆良口战役大获全胜。司令员，您怎么了？蒙亮谷，蒙亮谷啊，
要记住这个地方，人民会记住这个地方。拿酒。是。死去的烈士，你们安息吧。报告司令员，张灵甫的尸体已经找到。传我的命令，在我的津贴里面拿6块大洋，好好安排张师长的后事。是。74师无地逃，刀冲铺去真山顶，雪雨飘来是帐篷，洗剑坠石精锐尽，我军个个是英豪。精锐5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，开创了在敌重兵密集并进的态势下，从敌战线中央隔间其进攻主力的范例，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，有力地配合了陕北及其他战场的胜利攻势。孟良崮战役预示着人民解放军全面反攻的日子就要到来了。周岩，我有2个月没见你了，不知道你现在怎么样了？我们要去打74师了，听说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对手。我想他再厉害，也不过就是再多几十辆坦克吧。我参军快1年了，也是个老兵了。不过和你这参军2年2个月的老兵一比，我还是新兵蛋子。见了几次面，你都说要给我拉小提琴，一直没有机会。我想，你的歌唱得那么好，要是边拉边唱，一定很好听。记着，下次见面的时候，要带上小提琴啊。
司令员，司令员，司令员，老夫，我们在一起多少年了？我是抗战开始那年从延安来的，有10年了。是啊。在我跟前这些年，真是辛苦你了，司令员。跟着你总打胜仗，受启发，学东西，进步快。老夫，组织上决定，你到后方根据地治病休养一段时间。首长，老夫，你听我说，说心里话，我是真舍不得你走。你在司令部这些年，我用着顺手，但是我不能再这样自私下去了。首长，老夫，你听我说，组织上已经决定了，利用这个机会，把多年的疾病好好治一治。啊！首长，你也多保重。我会的。高明啊，这一带为什么成为中原？从殷商时期开始，这一带就是中国的腹地，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的中心。春秋以后，这里的战略地位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了。到了现代，它更成了东南西北的交通枢纽。中原，我理解中原这个词汇，它包含了中国历代军事家、政治家、学者对这块土地的复杂情感。它既是中华民族的生息繁衍之地，同时又写满了战乱和苦难。中原大地，中原大地。首长，我感觉到了，中原大地不久将烽火连天。自古以来，得中原者得天下。我们现在就是要集中一切力量，夺取中原，全面打垮蒋介石。将！哎呦，陈毅同志，少奇同志，过来了，真没活了！来，这个活，哎呀，这主席也不知道起来没有。主席啊，主席啊，陈老总啊，来，主席来，主席正等着你们呢。来啊！主席啊！来，都坐下。好。
都坐下。少奇和恩来都跟你谈过了吧？啊，这次把你从中原叫来，就是想当面来商量这件大事啊。哎呀，昨天晚上都谈了大半夜喽。那你认为如何呀？我认为啊，有粟裕呢，率领3个纵队渡过长江，在江南作战，直接威胁敌人的后方，分散敌人在北方的兵力啊。这对现在的战局，对策应中原各大军区的作战啊，都是很有意义的。哈哈，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，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，使我军由防御转为进攻。不过，刘邓大军虽有陈谢兵团进入豫西，从右侧辅助，但是力量仍显不足。他们面对强大的敌人围追堵截，仍然有被迫撤回的可能啊！如何打破这个僵局啊？我们是考虑了许多方略啊，对照形势反复思考，最后我还是选择了由粟裕率华野的3个纵队渡江南进作战的这个方略啊。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定啊！我们考虑过很久，反复讨论过很多次啊。实行这一战略部署后可以保证在5年之内打垮蒋介石啊！哎呀，我们华野一定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，把工作重点放到跃进江南的工作上去啊！哎呀，那我们就把这个决定通知粟裕同志，听听他的意见，让他考虑成熟之后再报给中央吧。要得。刘老财来了没有啊？首长。首长，我来了。这次调你到野战军司令部工作，有什么意见没有？有，我太有了。我有2点意见。第一点，这说调就调，事先也不跟我商量一下。这第2点，我搞机关工作不合适，我还是比较适合带兵打仗。没有了。没有了。知道我为什么调你来机关吗？老夫受伤，伤得厉害，你这里没人了呗？我这里没人了，行还是不行？那当然不行了。不过我既然你知道我这里没有人不行，那就可以了。抓紧时间干活吧。首长，刘老财，还没吃饭吧？吃什么饭呢？饭碗都让人家给砸了。啊？胡烟蛋那家伙跑到我的指挥所，坐在我的位置上，抽上一口烟，开口就说：“你走吧，这个位置现在是我的了。”狗日的，这不是抢我饭碗是什么？刘老财呀，你还笑？来，苏司令让我替他为你接风，来，来。你怎么那么少？我怎么那么多？不行，不行，刘老财，我不能喝酒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不行，你再来一杯。我这已经是舍命陪君子了。来，你呀，欢迎你到机关来工作啊！你还欢迎？啊，我哪是搞机关的料？苏司令说你合适，你就合适。哎呀，苏司令用人那是没得说。不过我真的不合适啊。那你说谁合适啊？干嘛不用段飞啊？那家伙脑子活，点子多。如果陈老总在的话，就可以用段飞。为什么？你想段飞不爱说话，成天心里在琢磨事儿。苏司令也不爱说话。你说，把2个不爱说话的人搁在一块儿，我们的司令部成什么了啊？来吃。报告。进来。找你的。找我的？哎呀，参谋处的王参谋不找你找谁啊？首长，电报。不得了了。
这饭吃不成了。怎么了？这是毛主席的电报。刘老财。刘老财，走，我陪你出去走走。苏司令，那主席的电报，不着急，这电报回来再说。走吧。是。立正。让你们科长出来，赶紧迎接客人。谢科长，苏司令来了。首长好。苏司令，你有什么急事儿打声招呼不就行了？还亲自过来，这不折我寿吗？哼，你少贫了，快来见新来的参谋处长刘金谷同志。刘师长，您调机关了？那你以后就是我的直接领导了。我们侦察科呀，一共有……好了，进屋吧。屋里说吧。请。首长请。刘处长，今后啊，哎。你站门口干嘛呀？来，进来。以后啊，这儿就归你领导了，你好好看看。4中队啊，现在叫4大队了。有了监听网，不仅能收集到战场上的情报，范围啊还扩大到江南一些点位上了。小袁，今后你们4大队就归刘处长领导了。是。刘处长，以后您有什么要求啊，随时指示。别，千万别啊！首长，太久了。首长，老刘啊，他们这里是搞地图的，看地图啊也是你的长项啊。首长啊，您这么忙还陪着我，这司令部的这些直属队，对你今后的工作非常重要。这些带头的同志也都非常好。哎，苏司令，李旭，刘师长，不能叫刘师长了，从今天开始，刘金谷同志就是新的参谋处处长，以后叫刘处长。刘处长。根据苏司令的指示，全大队正在赶制中原地区和江南地区5万分之一的作战地图。部队休整啊，他们不能喘息。现在这里啊最忙了，怎么样？人手够不够？现在测绘大队有500多人呢，分了几个组，再加点班，不会影响部队用途的。刘处长有什么指示吗？首长，你就饶了我吧。走。请。坐。是。你现在有2件事要办。第一，按照中央的要求，部署部队渡江作战的有关事宜，先赶紧拟定一个计划出来。是。第2件事，这是我准备发给中央的电报。电报上的内容，我在很多会议上都已经讲过，你也知道一点。你拿去看看吧。看完了呢？再把中央的这份电报看一遍，不，看3遍。那看完了呢？看完了，好好考虑半天，盘算清楚，然后来找我，把你的想法告诉我。是。厉害。季皇，各位老总，帝皇，你为了我们山东战区的将士吃苦了。王老总，窦老总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听说你对监狱的犯人还不错，从来都不克扣犯人的伙食费。关在我这里的人，一旦出去了，个个不是龙就是虎。张灵甫也在这里住过，我有天大的胆也不敢欺负他们呢。老弟，与人方便，自己方便，明白吗？是，我明白了。请，请上车吧。好。
来，干杯！好。哎呀，他奶奶的，这打的什么仗啊？打了1年半了，伤的伤，死的死，有的进了共产党的俘虏营，可有的呢，做了咱们自己的班房。好，党国没有希望了，我去意已决，找个机会，我就离开军界，离开政界，做点小生意，养家糊口了。光庭，你呢？我一身是病啊，我已向国防部请假，准备去美国治病。季荒，别在国防部混了。像你这样的军事天才，那要在美国，不是麦克阿瑟，也是艾森豪威尔。没错，在中国呢，却做了班房。要不是陈布雷先生跟他们急了，你现在还在监狱里关着呢。我有个朋友，在美国一个机构搞中共战争史研究，我介绍你到他那儿去，也算你有个施展才华的好地方。是，正好，你和杜老总可以一块儿到美国去嘛？来，哎呀，奶奶，我看你们都想得太美了，我看你们谁都走不了。委员长来了。诸位，你们是借酒消愁啊，还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？报告委座，我们几个和丁上校多有合作，他获委座批准出狱，我们为他接风洗尘。丁上校，你好大的面子啊！委座，丁上校是目前我们国军中对华东共军最有研究的专家，他对华东共军的了解超过了我们国防部所有的人。可是国防部对他多有误会。委座，像丁上校这样的人才，应该不拘一格的委任呐。是人才，我蒋某都是一视同仁的。啊，你们都坐呀，接着喝呀。诸位，剿共战争开始以来，国军在各个战场上捷报频传，打得共军丢城失地，狼狈逃窜，收复了东北、西北、苏北、山东、河北、山西等广阔地域，还有延安、沈阳、石家庄、两淮、临沂等共军最高指挥中心，均被我攻破。我军军心大振，士气高昂，共军人心浮动，士气低迷，这都是诸位的功劳啊！诸位，剿灭共军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，与共军决战的时刻已经来临。我准备在中原、两淮之间集中100万兵力，
与共军决战，一举消灭共军主力。有劳各位了。哎，老头子刚才说这番话是什么意思？是啊，没头没脑的讲了一番，什么意思？哎，光庭，你也总该听明白了吧？问季皇吧，季皇知道。季皇，他这是唱的哪一出啊？刚才咱们的谈话内容，马上就有人报上去了。啊？你们几个官太大，军统、中统都不敢出面，国防部和参谋本部也不敢出面。能管得了你们几个老总的，就只有他了。他奶奶的！竟然有人监视我们！这帮混蛋！算了吧，奶奶，算了吧，算了吧，散了好，散了好。走吧。哟，刘老财，高部长啊，忙着呢。苏司令啊，让我汇报那个渡江南进的宣传工作。啊，哎，苏司令回来没有啊？嗨，刚才啊，又让王彪给拉走了。王彪不是管渡江船只的民工吗？他硬拉着苏司令去给他那些民工啊鼓劲儿去了。好，走了。哎，刘老财，你这个感觉怎么样啊？感觉啊？哎呀，我现在算是知道了，苏司令干嘛非要把我调到这个位置上来？嗨，为什么呀？因为我老刘身体好啊！小胡扯吗？你这是？没胡扯。你看啊，这没日没夜的，有一对没一对的，心里装的事儿都堆成山了，还成天提心吊胆的，就怕耽误了哪件事儿。你说，没个好身体能干吗？那倒是。咱们野战军呐，跟着苏司令打仗讲究谋略，可是这一个谋略，就够参谋处忙个几天几夜的。怪不得前面的参谋长累得吐血，后面的老夫呢，熬的就剩下半条命了。就说苏司令自己的身体吧，那也是半盏油灯，忽明忽暗呐。谁在骂我啊？哎呦，首长，我哪敢骂首长？我正跟高部长啊谈感受，谈认识呢。是啊，刘老财啊，已经渐入佳境了。好啊，来进屋谈吧。好，来，都坐吧。今天有茶叶啊，要喝自己倒。我来倒水。不用了，这有的喝，有的不喝，都倒浪费，要喝自己倒。我喝。渡江南进作战准备工作的报告给中央发过去了没有？啊，已经发过去了。渡江的筹备工作还要进一步抓紧。好。哦，对了，我那天让你盘算清楚的事情，盘算的怎么样了？我是盘算了一遍，对不对？我就不知道了。来，说说吧，说出来让大家听听。我觉得派3个纵队渡过长江，到江南去打游击。这件事，刘老财，我们渡江可不是打游击啊。其实你就是打游击，你一没根据地，二没后方，敌人一来你就得跑啊。我还没说完呢，你接着说。可这不是个小游击队呀，3个纵队，好几万人，这游击还怎么打呀？我看啊，这笔买卖怕是很难赚到钱了。我们都是江南人，又在江南打过那么多年的仗，江南的情况我们都了解。那里不是山就是水，战场很小，你根本就打不了大仗。要想打大仗，只有中原这一块。我这儿倒算了2笔账。这第一笔账，在中原战场上，我们华野有6个主力纵队，刘邓大军有4个主力纵队。如果说我们抽调3个纵队，
到江南，那蒋介石估计也不会抽出3、4个军或整编师。这样一来，在中原战场上，那就会在军事上向有利于敌人的方面转化。哎，那他为什么不抽调部队啊？哎，他就不怕他的江南后院起火呀？江南、华南、西南，蒋介石都有部队。中原是蒋介石的必争之地，不到迫不得已的情况下，蒋介石不会抽调中原部队，以备于和我们进行决战。这第2笔仗，3个纵队转战江南，半年的时间里，估计要损失5万人吧。如果说我们不转战江南，根据我们去年敌我战场上损失的比例来看，我们5万人，那就可以消灭敌人3到5个整编师，还可以俘虏敌人5到8万人，补充到我们的部队。哎，那有没有可能在江南建立革命根据地呢？这要看时间和条件了。如果说一直处于作战的状况，我们就很难建立自己的根据地。首长，如果说这个任务交给我，那我就很难完成了。首长好，哎，首长好，快去准备吧。主席啊，主席，我们该走了。好，安来啊，粟裕来电了，报告渡江南进作战的准备方案呐。渡江作战准备的不错，可是这电文呐，字里行间是话里有话呀。看得出来啊，粟裕同志啊，还有一些另外的想法。他是主帅，主帅思想不通，这可不是个好事啊。是不是派陈毅同志到华野去一趟呢？当面做一做粟裕同志的思想工作。好啊，好啊，那马上就叫陈毅同志亲自去一趟吧。主席，我们该走了。好啊，那我们走吧。好，啊，走。就要离开陕北了，长征于此，已至绝境。10年奋斗，绝处逢生啊！好啊，好啊，陕北是一个好地方啊！他对革命有功啊！咱们给陕北道个别吧。我不想同敌人在江南决战。江南经济发达，人口稠密，很多大的工业城市都集中在江南。打烂了江南，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巨大损失。不，我们不能同敌人在江南决战。哎，苏司令还没出来啊？
刘老财啊，正想找你呢，你就来了。来，怎么了？苏司令关在屋子里已经3天了，我这心里头成天跟打鼓似的。哎，从前有没有过这种事儿啊？以前啊，也有过。你像苏中战役之前，关于内线作战还是外线作战的问题，首长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。后来经过几个反复回合，中央采纳了首长的意见。但是那一次是战区战略，这次是全国战略呀。哎，给中央提意见，打死我也不敢呐。那中央是谁啊？那是毛主席和朱老总他们。刘老财啊，给中央提意见也不是不可以的，但是必须谨慎，不能乱提。尤其是这一次，事关全国战略，一旦影响中央的决心，干扰了中央的决策，那可都是天大的事儿啊！哎呀，我看呐，还是算了吧。哎，渡江就渡江吧，渡完了再说。只要我们把蒋介石的50、60万主力部队消灭在中原黄淮地区，那个时候再实行渡江作战，直捣南方，就会势如破竹。中央，毛主席。有关3个纵队渡江南进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成，只待中央一声令下，部队即可开始渡江。但是，关于南进战略，我仍然有一些属于个人的想法，要向中央报告。一孔之见，斗胆之阵。粟裕的电报啊，长达3000字啊，说什么一孔之见，斗胆之臣。我看呐，他是自以为是，傲气冲天呐。意见归意见，南进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，他都积极地完成了。现在是万事俱备，只待渡江了。是的，我看我们晚上开个会，研究一下吧。好。将，陈老总，吁。哎呀，你们还接我干啥子嘛？陈老总，一路辛苦了，从延安过来。你看啊，过去去趟延安啊，要走好几个月，现在有了吉普车了，几天就回来了。哦，对了，你送给中央的18桶汽油啊，中央全部收下了。哦，别的地方给中央送东西啊，谁送就批评谁。哎，唯独你送的18桶汽油啊，中央不但收下了，恩来同志还特别高兴呢，夸你啊心细如发。哎，这是中央机关转移河北啊，用的都是你的汽油啊，是吗？老总啊，你看我这人实在，送人东西啊也送有用的东西。哎，我看你这个人呐，是越来越不谦虚了。老总啊，我知道你是中央派来批评我的。不，我是中央派来说服你的。走嘛，找个地方关起来说，中央啊还等到我的汇报呢。走。
老伙计啊，谈了几天，争论了几天，最后的结果呢？我被你说服喽。谢谢老总。谈了几天，你让我对全国的政治形势、战争形势有了更深刻的了解。哎，我会把你的意见上报给中央的。好。哦，好，主席来了，来了。哎呀，今天呢，我们是简单的开个碰头会啊。主要是把华野渡江南进的战略讨论一下，尤其是最近的情况啊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我们和粟裕同志的争论呢，也该有个结果了。如此重大的问题啊，光靠电报来来往往的，是讲不清楚的嘛。我考虑啊，是不是请粟裕、陈毅同志马上到这里来一趟，我们可以面对面的进行讨论嘛？我看可以。现在他们在豫东，离这里也并不太远嘛。是啊，好在现在都有汽车了，用不了2天就能到。好，那就马上叫他们来一趟嘛。好，我给他们发电报。哎呀，老苏啊，你车开的是越来越猛啊！我开的虽然快一点，但是绝对安全。老总，你就放心打盹吧。打盹儿？你车开得这么快，我还该打盹啊？开得快，不是倒得也快吗？这是一堆矛盾，我看你怎么解决矛盾？行，我尽力而为。主席，主席啊，粟裕啊，金刚山一别已有10几年了吧？是啊，10几年了。你才40岁，已经是满面风霜了。你受了不少苦啊。还好，还好，还算好。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啊！好在那些艰苦岁月都已经过去了。首长们好。粟裕同志，辛苦了。任书记好。周老总，哎呀，好啊！刘政委好。
走吧，走吧。走。苏玉啊，去年你全歼整编74师，世界上啊，有2个人是没有想到的，你晓得是哪2个人呢？一个是蒋介石吧？没有错。那还有一个呢？这个我想不出来了。那就是鄙人毛泽东啊！今天，李宗仁先生当选为中华民国副总统。布莱啊，你马上给我写一个报告，我要撤销白崇禧国防部长职务。撤销白崇禧？我不能任由桂系做大。现在他们桂系3巨头，一个是副总统，一个是国防部长，一个在国会里上蹿下跳，兴风作浪。如此下去，我这个总统岂不成了他们的傀儡？撤销白崇禧的理由呢？理由嘛，你自己去找吧。没错。那由谁来取代呢？我看还是陈诚吧。没错。就军事指挥能力而言，白崇禧远胜陈诚。况且，桂系各部在各个战场均为主力，很让共军头疼。这些我何尝不知道啊！但是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？现在不遏制桂系，将来他们就会像共产党一样造反的。没错。能不能暂缓数月？有什么原因吗？中原大战在即，现在在中原一带，桂系部队很多且均为主力。这个时候如果撤销白崇禧的职务，恐怕会影响到这些部队的斗志。不是还有个李宗仁吗？桂系不能打仗，他这个副总统还好意思做下去吗？这些都是我个人的一些粗浅的想法，请主席和首长们批评。不去江南和敌人作战，这一点，我们以前考虑的不多，但是非常重要。我个人也非常重视这一点。是啊，江南作战是受一些局限。另外，炮火无情，江南的经济状况毁了，是让人痛心呐。你的结论呢？我建议暂缓渡江南进，其中华北、华东各野战军主力与中原战场同敌人打大仗。你说的大仗到底是多大呀？一次歼敌10万、20万，甚至更多。更多？更多是多少啊？我曾经构思过，如何一次歼敌50万到60万。这是一种伟大的骄傲啊！
当然，也是一种压倒一切敌人的气概啊！目前呢，中原之敌具有明显的优势，而且中原地区交通便利，便于敌人相互增援。到现在为止，我们还没有在中原地区歼灭敌人的重兵集团。是的，不过我们才刚刚开始经略中原，战机需要创造和等待。把敌人消灭在长江以北，当然是最为理想。不过，饭是要一口一口的吃啊。苏玉同志啊，渡江南进呢，的确会遇到很多困难，否则我们也不可能派你来领军呢。如果你确实感到难以完成任务，那我们只好考虑另换统帅。我有点意见。南京战略如果实行，就不能换将，换了哪一个都比不了粟裕同志。只有粟裕同志才能保全渡江的队伍。我陈毅愿意拿我的脑壳向中央担保。陈老总，陈毅同志，冷静一点啊，有话慢慢说嘛。坐。粟裕啊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讲啊？主席，各位首长，关于我是否适合担任南进作战的主要领导，这个问题由中央决定，我完全服从。但是，请首长们再给我1分钟，我还想再说明一点我的想法。好。你说嘛。现在，我们已经具备了在中原展开大规模作战的条件。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，创造战机，把敌人歼灭在北方。如果从中原抽走10万主力，就等于削弱了中原的突击力量，那就意味着我们将失去更多的时间，甚至有可能会推迟全国胜利的到来。这是你的结论吗？这是我个人的一点认识。你不需要再考虑一下了？主席，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了3个多月了。军委的负责同志留下来继续开会，其他的同志到外面去休息。
现在继续开会。粟裕同志啊，你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吗？我服从中央的决定，但我仍然保留自己的意见。好，恩来，你宣布吧。好。现在，我宣布，中央军委的决定。军委决定，接受粟裕同志的建议，暂不实行渡江南进的战略，集中全力，经略中原，力争在中原创造战机，歼灭蒋介石主力。好。恩来，还有一项决定呢。军委决定成立中原军区，以统筹未来的中原作战。中原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为司令员刘伯承、政委邓小平、副司令员陈毅、李先念、副政委邓子恢、张继春、参谋长李达。主席啊，还有一项，你来宣布吧。好。军委决定，陈毅同志调入中原局之后啊，华东野战军由粟裕同志来负责。任命粟裕同志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。成功啊！主席，哎，你还有什么意见吗？主席，陈老总不能离开华东了。哦，主席，哎，不要再说了嘛，这已经是决定了。这次会议啊，开得很好啊，畅所欲言呐。每位同志都发表了很好的建议啊！最后，在一切为了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基础上，达成了一致啊！粟裕同志啊，我们很欣赏你的性格，敢于说真话，敢于坚持真理，为真理而斗争啊！不怕误解，不怕委屈。不怕丢了乌纱帽啊，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嘛，这是很好嘛，这就是我们一个共产党员的优良品质啊！谢谢主席。粟裕啊，中原之战准备怎么打？有考虑没有啊？如果战机合适，我准备先打邱清泉的整编第5军。先打第5军？现在整个中原之敌，属邱清泉的整编第5军最猖狂。整编第5军可不好打呀。老总，你放心，如果打整编第5军的条件不成熟，我就先打别的敌人。好，除了你现在手上的6个主力纵队，把许世友、谭震林的兵团也归你指挥，配合你作战。如果你还有什么新的考虑，让别的部队配合，中央会根据情况做出及时的补充和调整。总之，你放开手脚打，不要有什么顾虑，压力也不要太大。压力
肯定是有的。陈毅去中原局啊，已经定了，不能变了。所以这次他就不回华野了。老总，那我提的变通建议呢？粟裕呀，连我都搞不清楚了，你到底是伟大的谦虚，还是伟大的骄傲啊？啊？粟裕同志啊，天降大任呐，你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？主席，华野不能没有陈老总啊！你有强烈要求，在目前情况下，本应该尽量满足你的要求。但是啊，有些情况你还不了解。中原局是几个班子搭起来的，必须搞好团结。在团结统治、协调关系方面，陈毅同志是一把好手，所以不能不去啊。那能不能采取通融一点的办法？哦，你又有什么建议啊？让陈老总辛苦一点，两边跑。那不行啊，这个事儿就不说了，中央已经决定了嘛。哎，粟裕同志啊，陈毅告诉我说，你在华野的威望不在他之下呀。用不着他这个井冈山的第3把手在那儿压阵了。哎呀，主席，你听我说嘛。你的建议，中央都接受了，接下来就要证明你的建议是正确的。啊，主席，你对我们还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吗？具体的要求嘛，就是在8个月之内，把蒋介石的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。8个月？怎么，不够吗？不，8个月之内，我们保证把蒋介石的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，同时与兄弟部队一起做好大军渡江、直捣江南的一切准备。军中无戏言呐！我敢向中央立下军令状。好啊，真是伟大的骄傲啊！主席，你总是这么说我，难道我真的很骄傲吗？这是有来历的。有人跟我说呀，你这个人呐，有一种伟大的谦虚。不过照我看来呀，这伟大的谦虚啊，你虽然是有一点，但更多的是伟大的骄傲啊！主席，这没什么不好啊。要论骄傲啊，我毛泽东啊是首当其冲啊。我就是看不起蒋介石。1924年，我就看不起他；1927年、37年、45年，也看不起他。说到头啊，我还是看不起他。中央社消息，李宗仁副总统前往宁沪杭各地巡视，一路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，尤其在蒋总统故乡，各界人士热情款待。李副总统对各界人士做了和平与
委座不知是怎么了。那天乘车出来，一会儿掉头，一会儿掉头，大街上弄得司机不知所措，差点出了车祸。李宗仁当副总统，对委座打击很大。打击更大的是国军的几大主力啊，都受到了重创，尤其是张灵甫的74师，全军覆没呀。委座很让人担心呐。委座，他会不会疯啊？不会的。他会自杀吗？委座不会自杀的，他不是那种性格。倒是我们这些人，可悲呀！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同意了粟裕同志的建议，保留陈毅同志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职务，任命粟裕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、代政治委员。我们从苏中一路打过来，苏中、苏北、鲁南、鲁中、鲁西。现在到了河南，这里前有河北，后有黄河，左为山西，右为山东，大规模的兵团作战，这里是最理想的战场。这仗越打越大，想起来就带劲儿。司令员，我叫老虎归山，我可要接着上战场了。从太平天国到现在，我们中国已经进行了整整100年的战争。这场战争胜利以后，我们一定要好好建设我们的国家。1948年6月，华野发动豫东战役，歼敌10万人，俘虏兵团司令欧寿年。2个月以后，华野发起济南战役，歼敌9万余人，俘获王耀武等高级将领。3个月以后，华野参加淮海战役。淮海战役之后，华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，兵力达到60万人。1949年4月，三野参加渡江战役，攻占南京、上海。建国后，粟裕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。1955年，粟裕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。